中美之间这种军工产业确实天壤之别。去年年初的时候，第一架原型机才亮相，到去年年底，第3款的改进型已经出现，连空速管都拿掉，代表它的数据都已经收集到齐了。紧接着就可以量产。美国的 F-47到2028年以后，原型机才可以试飞。所以我觉得歼36这款战机推出来，如果再搭配到 PD-17对美国或者对日本，可以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内的所有制空权，会将全部在解放军的掌握之中。好，观众朋友，新年好，新年快乐哦！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过年期间，先来比比这个今年我们会特别关注的一些议题，尤其今年我们的节目会特别也是在关注在中美上面的军力上面的较量，尤其呢，接下来这一整年，我们节目也会看到说，中国大陆在最近这几年在它的军机上啊，有了什么样子的改进，还有包括我们今天会讨论到的，除了在军机上面的全力的加速，在6代机之外，今天也会来看到3航母跟核3位一体同步的推进，来对上美军的战力。好，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特别关注到，就是中国大陆抛出它的歼36、歼50的6代机的原型机，那震撼了军事圈之后，2025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歼36推出的3款的原型机，其中呢，这3款原型机的第2架跟第3架的原型机特别的备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细节。第2架的原型机之所以特别最受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有明显的改进了，出现在尾翼的引擎排气口，而且呢，长度是向内做缩短的。第3架原型机的特征则是头部是已经完全看不到传统的这种针头的空速管的一个设计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看美国的部分。他的美国的空军参谋长是直到了去年的9月才正式宣布，已经有首架的6代机的 F-47的原型机，并且说呢是由波音公司来做建造的，预计在2028年才可以首飞。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6代机，在预估今年2026年会有什么样子的突破 ？F-47真的吗？是看起来要等到2028年才能首飞吗？将军怎么看？我们看这个歼36我觉得最让人家压抑的是它的这个修正的速度之快，超乎一般的飞机的军工产业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才第1架原型机才亮相，但是到去年年底，它已经第3款的改进型已经出现了。这第1架跟到第3架中间有什么地方的改变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尾管喷气口的改变原来是只有向后喷的，它现在变成矢量的喷嘴，可以向下喷那如果说可以向左右转动，这个喷嘴可以转动方向，那当然可以增加这架飞机的机动性。那第2个改变是这个轮子的改变这个原来它是前并排的轮子，改成前后列的房子改成并排的机轮，那这代表说是它机舱的空间可以有所精进，可以放更多的油，或者是放更大型的导弹尤其是第3架，那是连空速管都拿掉。我们知道空速管是如果飞机原型机在试飞的时候，它为了能够测量这些飞机在飞行时候的速度以及相关的数据，所以它会有这个空速管。那如果空速管拆除的话，代表它的试飞主要的这个数据都已经收集到齐了，紧接着下来就可以量产再来，我们如果说按照这种速度，从1年的时间，从第1架原型机到第3架的改进型出来以后，那如果按照这种速度来比照美国的 F-47，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军工产业确实速度上面有天壤之别。F-47去年是因为这个川普来讲，他认为这个解放军不管是歼20或歼35，或者是这个歼36陆续的横空出世，他认为美军也必须要有新型的6代机，所以要波音将原来他所设计的一张草图拿出来做一个修改然后特别命名叫 F-47。那大家就在调侃川普说47是不是因为他是第47任美国的总统，所以才命名 F-47？可是你看他就算是去年来讲的话，这个川普已经拍板定案了要生产
第6代的 F-47，但是它也要到2028年以后原型机才可以试飞。如果用这种速度跟中国这个歼36对比，你就知道这个双方进展速度有多差别有多大。再来，我们讲歼36，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战机？我认为它是属于一个，原来我认为它是一个歼轰机就是它自己本身可以有自卫的防空武力，它不需要靠这个战斗机在旁边护航的轰炸机。那以它3个喷嘴，它可以轻易的突穿到第2岛链来实施对地或者是对舰的攻击任务。但是昨天我这想法有点改变了，因为昨天我看到解放军有一款新型的导弹出来，空空导弹叫PD-17大家去看这款导弹那个巨大，有6点多公尺那么长非常大，人站在它旁边那个比例在下面差很多。那以这个 PD-17，如果说是它的这个装在它的体量那么大，如果说挂在歼16上面是可以，那如果说挂在歼20，可能肚子里面塞不下，就会破坏歼20的隐身性可是如果说这款导弹，那是不是他们就设计到挂在以后歼36，因为歼36很大嘛，它可以将这款导弹挂进去。那这款导弹威力有多大呢？它的射程听说可以到500公里那么远如果就算是对 F-22这种隐身式战机，这个雷达歼灭机只有0.002平方公尺这么小，它也有400公里的射程。然后如果对一般的战机它可以射程到达500公里那它可以轻而易举，再加上如果说是歼轰36本身具有就是隐身的设计，那可以轻易的突破到第2岛链，那它这种导弹射出去就不是打你一般的飞机了，我认为就是打你后面的预警机或者打你后面的加油机。那你想想看，歼轰36的射程，再加上它500公里的这个作战半径，再加上这个 PD-17的导弹的射程，我觉得轻而易举的可以攻击到这个第2岛链后面的战机那它发射的方式采取这个双波段，也就是说，第一刚射出去的时候，它是往太空上面打，往上打，那飞行到某一个高度以后自由落体下来以后，才启动第2段的发动引擎这个对目标来实施攻击。所以我觉得歼36这款战机推出来，如果说未来它再搭配到它的 PD-17那可能这个对美国或者对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说第1岛链、第2岛链之内的所有制空权，会将全部在解放军的掌握之中。好，这个是有关于在空中战力，我们上面做了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对比。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海上的对比，当然会请黄征辉舰长来帮我们做解析。海上的对比，我们先来看到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海军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迎来了福建舰正式入列，所以呢，在今年的1月份，山东舰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海南三亚的海军基地这边做相关的维修了。现在也在看说他为什么入屋来做维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有这个歼35的舰载机？因为现在歼35的舰载机被视为说它具备这个弹滑兼容的能力，所以歼35它具备这种适配性的改造，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就是来配合搭配使用的呢？另外，今天也会来关注到是004航母这个核动力航母正式的动工了。港媒现在做的分析说，它的排水量超过12万吨。我们来对比福特号的排水量10万吨，004已经超越福特号的意思吗？今年2026年这个开春，我们也会请舰长来带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放军会有新的突破，我们可以特别来做关注的。2025年呢，是大概人类历史上，那更是中国所有5000年历史上这1年之内，它所公布的这些军武科技的最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人类历史从来没有1年说一个国家它从头到尾，当有这么多东西让世界惊艳的，而这中间总期程就是让大家亲眼看到，觉得说，哎呦，真的他们怎么会这么厉害的？就是93大阅兵。93大阅兵完毕以后，那个最明显的，全世界大概一直认为自己是军武界老大的是美国，他都自己承认了他们是打不过这支解放军的。那在去年的我所有看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殊的这些军工科技里面，我排3样，就是它远远领先全世界的。第一个是6代机，刚刚这个厉将军有介绍过，那真的领先人家太多了。第二个就是它的高超音速式以及极音速飞弹。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极音速飞弹的那个技术也远超过别人。好比我举个例子，打船的这个飞弹叫做攻船飞弹，如果你超过5马赫，全世界都在研发中。服役的俄罗斯有一个叫锆石，
中国大陆在去年的阅兵出现多少啊？鹰击就是打船嘛，鹰击15、17、19、20、21，而且还超过10马赫的。你就知道它这个方面的技术也远远赢过别人。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航母，它的航母其实现在没有说这么的厉害，但是它的电磁弹射标志的是一个连美国都克服不了。美国的第一个福特舰现在一直还出问题，它第二艘甘乃迪舰从下水到今天已经过了6年7个月了，还是没有进入到最后的服刑阶段。那我们福建舰呢，只有1年11个月，你就知道说，哎，它这方面为什么会赢家这么多？它的电跟磁瞬间的充电放电也是全世界领先这一个。那至于说2026哦，以我的这个军事科技来讲，我最期望看到什么？你知道？第一个轰20，这是它还缺的一个版。还有第二个就是004，我们希望它是叫做能够是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那至于现在目前据我所知的，就是其实网络上也都看得到，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建造2艘，同时建造2艘，那个航空母舰。第4艘现在已经有3艘嘛，第4艘是福建舰的姐妹舰，也是003，但是它改了一点，它叫003A 型。所以这一艘的编号会19号，然后第5艘啊，是004型，就是004型跟第几艘是2个，第5艘呢是核动力的。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知道过说，它是不是会比美国的这个10万吨还要大？香港也估12万吨，对，那真的会比较大。为什么？因为追逐者有一个比较心，是吧？就是我输给你，当我要追过你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东西，告诉你说我是赢你的。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神盾舰。神盾舰，美国最大的一艘神盾舰是神盾的巡洋舰，是9600吨。中国最大的神盾舰是动物型，1200吨。你为什么啊？对不起，12000吨。你为什么就是要做大一些呢？就是证明说，我告诉你，我是赢过你的。那我们可以预测得到，就第4艘它的编号是20，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只要是20的，几乎就是一个大突破。轰20，歼20。现在的航母20号，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我们希望明年能够看得到。那最后一个说这个歼35哦，说降在这个山东舰的这个起降弹跳起降，基本上是歼35自己本身的能力，不太可能去改这个山东舰。山东舰这个大概已经都是定了，你要去改说为了它能够弹跳起来，那基本上是要重造一艘这个舰。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能力有，因为歼35飞机的确有特殊之处，它的翼面很大，还有2个引擎。那 F35美国的 F35只有1个引擎，它的动力推起来没有歼35的这么迅速能够上去，然后它翅膀又大，大概是目前大概是这样。好，刚刚比的是中美之间在2026会比的在空中战力、在海上战力。第3个，我们等一下请干哥来帮我们比较的是核打击能力，因为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到的核3位一体，中国大陆的3个武器。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第一个东风61，第2个是轰20，最后我们会来看到的是096。好，先来看东风61，现在说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万公里，具备机动发射多弹头能力，可以搭载的是极音速的滑翔载具，大幅提升它的这个突防率。空机的核力量的方面，则是这边特别提到新华社点名说，特别期待的是轰20的出现。最后是海基核力量，现在特别在央视的一段兵推画面中出现了096前舰哦，可以搭载的是这个载弹量更高的巨浪3前飞弹。核3位一体的战力，干哥怎么看？好，我们现在看哈，其实我跟你讲，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巨强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从东风5型以前，那个时候还担心说打不到美国本土，打不到美国本土啊。现在早就已经可以打到了。最新的东风61可以打到15000公里，也就是说，我在我自己家里就发射就可以打到你华盛顿特区了。可是问题是，这种飞弹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固定的地下发射井，啊，当然也有机动性的飞弹。可是老实讲一句，你的发射架在哪里？其实卫星都看见了。对，所以说这个就是陆基核子飞弹，它容易被人家锁定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东风61可能啦，就是说现在已经是六个弹头，但它可能可以携带到10个弹头。
这种 ICBM 是完全没有办法拦截的武器，那个是末日武器。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东风61了，我觉得在核子的威慑上面，已经是跟美国跟俄罗斯那是已经是齐头并进、等量齐观了。所以它一出来，我不会觉得很讶异。不过我们现在必须要讲到轰20哈，轰20坦白讲一句，恐怕还是需要一些时间，预期还要在4年。要2030年才会出来，轰20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电子技术整合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讲过态势感知这样的问题。你的态势感知，我坦白跟你讲，如何整合到轰炸机这样的载体上面，其实很困难。还有个更大的问题，轰20它到底现在用的是什么引擎啊？西方专家认为还是用俄罗斯最有名的 AL31，这个引擎就是装在了什么？装在歼15跟歼16上面，非常巨大而可靠。而且我跟你讲，它不会给你找麻烦。那你如果轰20，它是双引擎的话，载2具啊。它如果是4引擎的话，可以载到4具。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去揣测轰20它到底是尺寸多少，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想象图而已。4年前、5年前。珠海航展就说要拿出来了，到现在没有，可见得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在那个就是战略轰炸机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突破的地方。那现在一直着眼于轰6，也就是旧的轰6的改进。其实我可以很直白说一句，轰6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了。为什么？它的设计超过60年之久，它是上一代。更上一代的轰炸机，所以轰6它其实它已经尽到了它作为战略轰炸的空中力量的责任。轰20是万众期待，我觉得像刚才将军讲到歼36我看了半天，我跟将军一定有一样的疑问，这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轰炸机太小，战斗机太大了。你具有3个引擎的战斗机，通常来讲是没有办法当做空优战斗机的。为什么？因为2个引擎最好，1个太少，3个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歼36到底是什么机？可能是歼轰机，也就是说它既能战斗又能够轰炸，应该是这样子来定位。但是歼轰机跟空优纯粹的战斗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如果歼36你的技术可以突破到这个地方，那你歼20应该要赶快追上来，赶快跟上来。为什么？有战略空军才是一个真正大国的象征。美国有 B1、B2， 俄罗斯有 TU-160黑捷克轰炸机，那一飞出来，大家都会很害怕的那种飞机。但是中国这款飞机有点迟了，我们也希望过了年后，说不定会有好消息。最后我们要讲一下096，096这艘战略潜艇。这个才是真正人类决定命运跟对抗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096携带的巨浪3型可以打到12000公里，这个一向是中国海军的短板。为什么？因为它前身是094叫夏朝的夏级，096叫什么？唐级。我们现在唐级比夏级要先进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排水量增加了4000吨，达到15000吨。然后呢，它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把它背上的那个龟背给拿掉了。你会常常看到一艘船上面它突然怎么多了这么大一个结构，对不对？你知道吗？多了这个结构潜到海里面，美国的那个反潜机常常在听到说龟背又来了，就是嘲笑你中国。战略核导弹潜艇还在用龟背，为什么？这个龟背是以前俄罗斯战略潜艇的前身设计反过来的。那因为那个牵涉到流体力学跟你的那个潜舰钢板的那个问题，那很复杂，那以后再讲。反正我们现在096是取消了龟背，载了一堆的武器，看得目不暇接。像刚刚舰长说的，就有多少东西你知道吗？24枚巨浪3型飞弹，然后10枚长剑10型飞弹，再加上8枚鹰击18飞弹。他说他还要放防空飞弹进去。我说天哪，这船怎么能够载这么多东西？不要以为不可能，
中国就做得到，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看到的是6代机现在大乱斗，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歼36加速成型，美国的6代机现在陷入难产，日本也要做6代机，它的这个计划 GCAP 的电战也崛起，东亚空战格局全面改写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2025年大陆确实我们看到它的6代机，不管是歼36、歼50是横空出世之后震撼了全球，结果没有想到1年过去，成飞的歼36现在已经冲出了3款的原型机，而且甚至有第3款的这一种原型机的一个试飞画面，现在在网络上面传出来，被解读是研发速度远远的超乎了想象。我们看到军事专家怎么形容，他认为这是大陆2025年的圣诞节大惊喜。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3架的原型机之间的结构其实有明显的差异，尤其今天要观察到的就是它的第3架的原型机没有了2架，前面2架有了这个叫做空速管的装置。所以要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第3架跟前面2架的差异，还有这个空速管消失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歼36会提前成军吗？将军怎么看？这确实这个研发的速度真的是超乎预期之外哈。大家要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歼36才第1次试飞，第1架原型机试飞，到现在为止才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第3架原型机在试飞了哈。那我先说明一下，歼36它现在名称已经取了，在歼10它叫做什么？它叫猛龙战机哈，歼20它叫威龙战机。你知道歼36现在取个什么名字吗？叫做很斯文哈，很文艺，叫做文瑶哈，文章的文，瑶它是一个鱼字旁在一个用手摇机的摇的那旁边文瑶，它是取自《山海经》里面哈鱼生鸟翼的这种神兽哈，叫瑶文瑶。那为什么这个从以前龙系列改成瑶系列呢？哈，我觉得很明显的，它就是从第5代机跃进到第6代机，等于4代的跃进，所以它用一个新的这种瑶来代替，那也凸显出中国文化的元素在里面。那第1代机的时候，第一代这个歼36跟第2代差别很明显哈，主要有3个地方有差别。第一个是进气口原来的是倒三角进气口，那它这个进气口第2代的时候将它改成就是无分流超音速的这个进气道哈，那可以增加它的引声的效能。第2个差别在尾翼那个地方，尾翼原来是直接一个喷口而已，但是第二款原型机哈，它是可以2D，也就是它可以上下改变，可以增加它的机动性。那第3个改变哈，就是它的这种起落架有改变，起落架原来是前后并列的哈，前面那个轮子后面一个并列，改成这个双排并列的。第2代，那当然可以增加它弹仓的容量。它试完之后，可能这1代跟第1款跟第2台。大概它各有优缺点，那它研究之后试飞之后取其这个优点，然后做出来现在第3架。那第3架很明显的最大的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取消了空速管。那取消空速管当然是在试飞的时候，你要让飞行员他能够知道飞机的速度，然后来有利于飞行员操控掌握飞机。他现在将它取消，我觉得很快的，它就是要进入量产了，就大概就已经试飞。各项的数据都已经出来，开始要进入量产阶段，才是这方面的改变。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种战机的研发速度你不得不佩服。它1年的时间，这个同一款战机就已经有3种的原型版出现，那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好，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的6代机则是目前为止看不到太多的新进展。中美之间在第6代战机的研发上，这个接下来会越差越大吗？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同档次的一个差距了啊。过去大陆的这个先进武器的一个发展是追踪、跟监就跟着你的前面的走。所以当时美国有 F-22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在研发这个歼20美国在研发这个F-35的时候，中国在研发歼35，类似这样的一种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过去我有个老师，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但是6代战机是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划时代的意义？美国现在才要立案，原型机都没有，对，然后那个图纸都还不清楚，然后就一个这个 PPT 的一个示意图，
但是美国未来的6代机会是什么样都还不知道，但中国大陆6代机已经飞给你看了，这代表什么？完全是创新的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6代机这个部分已经遥遥领先美国了，这是第一步。可是第二个，它又有一个意义，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武器发展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铁律。铁律就是量产一代，研发一代，然后预研一代。我们看到现在正在量产这个歼20、歼35，正在量产中，所以它的量产的速度很快。那一般来讲，这个歼20会用20年左右，所以当它在量产歼20的时候，它的预研的就是6代机，目前来讲研发的就是6代机，6代机原型机已经出来了。那预研一代的意思，也就是说7代机已经立案了，已经在研究室里面，这些研究员已经在思考这第7代战机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一个战机。所以当这个十几20年后，这个歼20这个要结束了。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歼20当时在试飞的时候，大概用了8年、10年的时间，8架原型机在不同的档次试飞。那现在歼20已经在服役了，在量产了，所以6代机很有可能在5、6年左右，它会开始进入量产。然后因为它还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场域，高原，然后热带很多地方，它都要做试飞，然后在最后要做定型、定装，然后等到6代机要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第8代机也已经是在预研的阶段了。那你想，现在美国才是对，美国现在还在图纸，对，那已经被中国大陆甩在后面了，中国大陆已经后面看不到人了，这个差太远了。好，这个是中美之间第6代战机的一个巨大差距。那日本呢也说要做这个6代战机，防卫大臣这个是他特别讲的，说他们这个计划叫做全球空战计划 GCAP。加上英国跟意大利一起来做，锁定是2035年服役，2030年首飞。它配备的东西，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小档案。全新的多功能射频系统，数据量是 F2雷达的1万倍，频宽处理强，不只能够搜索锁定，还能做电站干扰、通信、目标获取，把数据转为战场上面的主要武器。委员怎么看 ？GCAP 如果翻译作全球战斗空间计划。是蛮适合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战机的名字，它是从以前日本的 FX 所发展出来的，或者 F2 所发展出来的。问题是，它这个顶多大概就是5代半的战机而已。它想要跟中国大陆的歼20比，似乎全球都认为技术上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档次差那么一点点啊。那他讲了很多了，他除了刚才讲了他说他的深度逆中不是一般的逆中，可以对雷达、红外线、电磁波进行逆中。我听了都晕倒，哪一个5代战机不是这样子？好不好？深度就深度了哈。然后他用次世代的引擎，推力非常高，然后发电能力非常强。但是怎么算哦？它的飞行最高的音速，大概而已，就是超音速一点点而已，就是不能跟大陆很多战机都快了2倍音速，不太一样哈。好，那有趣的是哈，它很多很多的优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贵，比 F35还要贵哈。那贵也就算了，反正这是日本、英国、意大利3个国家来的哈。它现在已经被确定有几个很大的缺点，它没有办法应付东风21D 跟东风26饱和攻击，没办法，无法生存力很低，因为它不是它是5代战机逆中的，可是它不是空中的王者，它不是，但是它是空中的指挥官，这2个性质是不一样，因为它的电子设备很多，所以在上面一架飞机可以指挥很多很多的僚机，但是自己参与战斗，它的操纵性能就被比下去了，就被大陆歼20比下去了哈。好，今天军事上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哦，这是歼15T 跟歼35空警600已经在福建舰上面终于是完成首次的电磁弹射起飞跟它的阻拦着舰的一个训练了，被视为是福建舰具备初步的全甲板作战的能力了。现在来自于专家的最新说法，他认为说有了歼35还有歼15T 上舰成功，代表说大陆的航母编队已经获得了不管是在隐身的突防或者是重击打击
击上面的双重能力的肯定了。福建舰除了刚刚说的这个隐身屠防跟重载的打击能力之外，还可能具备哪一些作战的潜力？孝瑋哥又怎么看？好，其实未来中国大陆航空母舰它所要瞄准的目标，基本上它要能够成为一个蓝水海军的航空母舰。那特别是像它的航空母舰，舍弃了过去滑跳式而采取这种弹射式，也就代表就是它上面舰载机的这个效能会大幅增加。那当然，其实他们就说什么离这个具备这个全甲板作业能力，我说实在话了，这个部分是要等到它的这个初始作战能力成型之后，才会去讨论到这个全甲板作业能力。因为其实以像福建舰来说，它采用电磁弹射系统，那电磁弹射系统，因为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对环境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弹射系统，所以就是说未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航空母舰那个整个这个舰载机联队规模大概差不多是一个航空旅都能够进驻以后，那这个时候在完整的这样一个压力测试的这个条件下进行，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显示出福建舰它本身真正的这个能耐到哪边。那至于说未来它现在展示的这个歼15T、歼35跟空警600，那我相信其实对于它来说，如果你对比到现在美国海军的这个舰载机的话，那现在它其实还缺一个专业的电战机，所以未来它的这个歼16那个也一定会有这种电战型的这个出现，而且歼16电战型可能就会跟歼15作为一个融合，用一个双座的歼15弹射型，然后搭载这个电战设备在上面。然后另外像这个它也未来也还会需要那种类似像线上运输机型。然后另外其实它也还需要这种所谓的反潜的这样一个作业能力。虽然说中国大陆现在也已经有了这个反潜直升机直20，但是未来它如果能够让这个航空母舰拥有一个完整的舰载机的这个组成的话，那它以目前来说，它现在完成了这3种战机在舰上的这样一个测试，它未来其实还需要我们刚刚讲的包含电战机，还有包含那个反潜的这个直升机，这2种飞机加上去，或者是还有舰载运输机的话，加重起来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打击群中的这个战机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也未来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以它的这个航空母舰来讲，它有了这些飞机，这整批飞机这样加总上去，大概差不多，其实以目前中国大陆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效能的话，至少大概可以达到60架，甚至接近70架的水准的话，在那个时候，它这么多的飞机在上面频繁的操作，才会显现出那个福建舰它未来真正的持续作战能力，以及它的这个真正的全甲板作业能力，会在那个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各种的舰载机都是关键。那其实因为有不同，刚刚提到的几款舰载机已经陆续上舰了嘛，专家是称这个叫做代际升级，包括说不只是火力的提升，或者是不只是作战半径，其实都有要升。所以现在他们就定调了，说中国大陆的海军是不是已经从过去是近海防御，现在迈向了远海防御，甚至进一步推到了太平洋？这对于整体太平洋的这个战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大使又怎么看？不是远海防御是远海攻击啊。航空母舰从来不被定义为这个防守性武器，它是攻击性武器，是极具杀伤力的攻击武器啊。它是把一个飞机场放到你家门口，你在1万公里里面，它可以放到你家门口，上面的战斗机什么轰炸机那是战力极大的是。所以中国大陆有航母以后，就是已经从一个防御性海军已经进入到攻击性海军了。是，而且它的投射打击能力是向外延伸了数千公里所以这个是极大的一个战力的转变。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就是说它这些什么这个大陆讲隐身实战这个所谓的重载打击这个原因就是上个礼拜大陆的军方正式公布了福建号上面这个空警600跟这个歼35歼16的实际起降的这个影片出来了，我都看了。那个空警600是从这个到跑道上，然后那个整个飞起来，然后降落，全部都有。然后歼35也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叫隐身实战呢？要知道歼35是隐身袭战斗机第5代战机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打击能力，这个浮动式的飞机场，它上面能够载的这种攻击性武器又升级了。所以这个是一个 game changer， 是改变中国大陆，尤其大陆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第3岛链以内的这个太平洋区域的整个战略的一个态势。是。那它这个我也特别看了，它这个在起飞的时候它真的是电磁弹射，因为蒸汽弹射会冒烟的，电气弹射，那它就是说它的这个推力大
然后啊，它能够随时推的这个重复使用大，所以它会变成怎么样？载弹量、载油量都会增加，所以它就变成重载打击，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刚刚看到都是海上的。那其实，在同一时间，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因为大陆现在举行的这个长春航展上面，这次，所以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这台老战机，现在也有一些新的重新改装之后亮相了。本来从它的歼6是彻底的做改装之后，现在变成无人僚机之后，就重新的放在展场上面亮相了。目前产能是5000架。小档案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在升级之后最大的载弹1吨，那时速是1.1马赫，能够低空突防，靠北斗导航来确实做精准打击。大家称它叫做幽灵战机。那如果未来它又搭配了歼20战力，又是怎么样？上次哥怎么看？在93阅兵之后呢，北京我们就大家都关注这个长春航展哦，航展里头就有些上不了在93的，还是有些厉害的，果然出现。我认为这次这个歼6非常有意思哦，它体现一个怎么讲呢？旧瓶装新酒，或者枯木逢春，你有任何部分形容都可以，但你不要小看，但在改装之后，它有全新的定位。我们知道，其实，在歼6，其实在2021年，其实就有很多人就拍到，而且它的感觉起来就像是无人机的方式在进行，但因为官方没有正式证实，这一次是正式的证实了，因为旁边的牌子啊跟介绍就扎扎实实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在所有各式各样的以空军战机管理过去、现在、未来部分，体系化作战非常重要。可体系化作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海空陆等等的大整合，包括航太呢，还有北斗卫星跟低轨卫星。所以任何一个武器或它的整个的，比如说刚刚讲歼6，它在这个体系化作战的哪里？必须要定位非常清楚，所以歼6如果我们过去对无人机想象都是小的呀，然后一般的大，可是歼6就过去虽然它是在1959年就正式服役哈，然后到1986年停产，可人家当时可是一个正式的作战的空军战机，所以它现在在整个的机能上，它把里面的东西一些包括飞行控制器取消掉，换上了这个最新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加加减减里面的设备。它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可是相对它的大规模的优势，现在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等同一个空军战机的无人机耶，现在这个是最大最厉害的，到目前为止。是我讲最厉害，而且体现的部分是中国大陆，我们过去知道它在整个技术堆叠。歼6这个老东西了，可是它把它逆中夯不啷当全部加上去，包括体系化，甚至未来 AI 都加进去，以及这些原先的供应链，它就做得很好，有5000架。所以呢，你只要这个东西，这个投资不浪费哦。我们理解说，军工的投资很可怕，就像我们手机一样，你一旦重复了，你就觉得浪费，甚至被取代掉，你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工厂也不知道怎么办 ，Nokia 就是这样倒闭的嘛。所以你担心你现在这样子歼6的整体的工厂还在啊，还有能力生产，但你赋予它新的部分功能，而且在体系化作战里头找到它的位置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个搭配品，是个全新定位的最新的武器了。好，那另外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最后压轴，传说中的这个南天门计划战机，今天来关心的是。带导播来 take 一下这一款叫做战机是白帝乙型，这一次同样的是在这次的航展上面亮相了。跟上一代相比，它有哪一些提升？不管是在它的气动外形，还有后机身全面优化。包括它的弹仓也加大，能够载更多的重型武器。重点是它飞得更高，而且是更快速的，是被定义为叫做近地空间作战。干哥又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的空天战力开始冲击美军霸权吗？还是还早？你怎么看？所以南天门计划并不是一个科幻的计划哈，它真的跃然纸上了，变成真正的东西啊。因为在今年初，我们看到在那个珠海的航展上面，有看到了白帝战机，说这是技术验证机或是概念验证机哈。现在已经马上有实体出来，所以当时我就在猜测什么时候有实体。就到现在不到8个月，真的有实体出来了。你要知道，南天门计划它最主要就是白帝战机。白帝战机是什么？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如果你有看那个卡通影片的话，你就可以跟你这个你的小朋友问一下，什么叫做这个空战骑兵啊，或者是太空战士啊，你就可以看到那种很像玩具，但是呢又非常科幻感、非常未来感的那种飞机。那叫什么？那叫做太空战机。好，白帝就是要做到，不但是太空战机，也是这个大气层之内的战机，
也就是说，它的设计目标是我要飞出大气层外，我再飞回来。我可以在这2个不同的空域里面游刃有余。为什么？这样我连对方的卫星我都打得下来。白帝的胆子很大，你知道，野心很大，你知道吗？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里面存在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太空梭，如果你今天在地球的大气层表面的边缘，你要飞出大气层的时候是最大的考验。为什么？你的隔热要怎么做？好，白帝他是要准备怎样？他准备飞上去打你们这些美国的卫星，然后他又跑回大气里面来，可以应付一般的战争。好，那我想请问一下，燃料怎么转换？隔热怎么转换？有那么容易吗？好，我现在讲的就是技术层面。我可以告诉各位，野心很庞大，但是现实是没有办法在这么快的情况之下做得到的。尤其是你要不断的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载具的话，其实这里面是做不到的。他现在要研究一种特别，不是你所一般认知的航空汽油 JP5、JP6， 不是这样子的航空汽油，它是要研究什么？高能量、高密度的新型燃料。对。所以说在这种新型燃料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我问你，没有燃料，那你更不要讲说你的气动力外形有多么优秀。可是我们话还是要讲回来，白帝这架飞机可以让人家非常惊艳，就代表什么？总有一天他真的做得出来。最后我要接刚刚孝伟所讲的，歼15、歼35跟空警600这次的画面，真的在福建舰上面成功的电磁弹射画面，这件事情震撼了非常多的专家，因为那不再是 AI， 那是真正的画面。代表什么？代表大陆直接隔代一跳，从滑跳甲板直接跳到电磁弹射。我可以告诉各位，那是划时代的进步。他如果能够真的做成功，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都是真实的。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军你真的很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它一旦全部动起来的时候，第4艘大陆国产航母再出来的话，大陆的航空母舰战力，那真的是我只能这样讲了。你可能美国总统半夜睡觉都要做噩梦。